OK， 露营车露露号 2.0 版本，我已经得到了用电自由跟热水自由，全台湾第一台是这么做的，唯一一台。大家好，我是 James。今天终于是小高师傅交车的日子了。这次影片我会开箱我的露营车露露号 2.0 版本。自从1月26号元夕生活露营，车子电池完全故障了。露营结束就开去把车留给他处理了。今天是3月26号，整整改装了2个月，我非常的期待与露露再相见了。毕竟我拍片的题材已经没有了，我快要变成谈话系节目了。露露到了，露露。谁辛苦？要给你带走啊，露露！感动啊！明天找一个营区来做开箱。OK， 露营车露露号 2.0 版本完成了。改了什么呢？我们先介绍电好了。我已经得到了用电自由跟热水自由，这个东西小高那边也能订得到。对，有质感，非常舒服。然后这边是电的部分，大致上这台配置的话是560安培，再来我们是配公平逆变器，3000瓦的跟 MPPT 太阳能。它整合了 UPS， 然后充电机的功能。那我们有外电或者是发电机的电进来的时候，它这一台你车内所有的消耗都算在你的，比如说发电机跟市电上。对于110的保护，它是非常的敏感，造成短路搭铁。那它第一时间瞬间就弹开跳保护。对，它本身在这个条件下的时候，它不会损坏。不要关影片，不懂电没关系，我来给你慢慢介绍。先说说一般的露营车电力系统是怎么运作的。那首先有个12V 专用的电池，露营区给电池充电是110V 的电压，所以就要经过一个输入110V 转，输出12V 的充电器给12V 的电池充电。好一点的充电器还可以调整充电的量，比方1A 到50A。也就是一个放电的闸门呐，你调越大，放过去的电就越多。好，来，车上磷酸锂铁电池就可以用12V 的电压给冷气、冰箱供电。另外，如果想要使用110V 的家用电器，像是微波炉啊、吹风机啊，这时候车上磷酸锂铁电池就要经过一个逆变器，将12V 的电转换成110V 的电压输出。通常逆变器有分输出的瓦数上限，比如峰值功率3000瓦的逆变器，但稳定输出呢，持续功率大概是2500瓦。比如我这台呢，就可以同时使用1500瓦的电磁炉和1000瓦的吹风机。当然啦，每一家的逆变器的输出不同，有没有真的足瓦，就要多做功课或跟店家洽询清楚了。瓦数越大的逆变器，底基就越大，价格也越贵。但是呢，以前我配置的是长计6000瓦的逆变器，来自大陆的逆变器啊，通常效能都要减一半，甚至更多。所以上次我用1500瓦的电磁炉，车子就掉电了。这是我过去的系统，也是大部分的露营车改装方案啦。缺点一呢，车上用的所有电都是向电池取电，电池没电了就要外部给它充电，这样就会降低电池的循环寿命。缺点二，如果外电电压输入异常呢，比如闪电啊，还是阿斯道啊，高电压就会直接冲击到充电器和电池保护板或是电池啦，导致有状况发生。而我们这台公平逆变器呢，是整合的充电器、逆变器、UPS 在一起。当营区110V 的电进来了，经过公平逆变器直通车上的所有用电，然后还能稳定给电池充电。看你要40A 的速度，
还是50A、80A 的快充都可以。这样一来，可以延长电池循环寿命。如果不稳定的电压进来了呢，它有直接跳电保护装置，直接在公平逆变器这一环呢断电。然后呢，当你把营区插头拔掉 ，UPS 不断电系统快速转换，让电转换到以电池供电。你帮我弄一个总闸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以前我没有的。对对对。以前的车子有什么问题，我都是呀，完蛋了，要。对。可是有一个总闸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关掉，对，安全，对，有保险就跟我们家里的玻璃杆一样。哦，对。那它这个可以用到几千瓦？2500以上都还可以用，应该是说跟家用一样啦。跟家用一样，家里会跳，这里也会跳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什么升级了太阳能板？对，太阳能板550瓦，550瓦，满的，哎，超满，几乎把所有能用的空间都用上。你看我侧面有那个更衣帐。这边有车边帐，还有太阳能板。它如果只有这个横杆，2根横杆是没办法支撑那么多东西的。所以凯哥那边帮我做的这个上次就有介绍嘛，就是这个横条，就那边2个，他是说整个锚死在车顶上，所以它这里有个轨道。这个太阳能板跟这个横杆固定住之外呢，它还有跟这个轨道再固定、再加强。这个更衣帐它还有跟这个轨道再一次的固定，里面埋的这个轨道呢，它是可以再帮他们再加固，2次加固。OK， 这个是发电机。为什么我说用电自由嘞？我现在有那么大的太阳能板，大太阳中午的时候可以充到500瓦，大概是40几 A 吧。如果说没太阳了，那我们在行驶过程中呢，可以靠这个发电机充电。为什么行驶过程呢？因为它有噪音嘛。你到达营区还是如果旁边有住户的话，你就长时间开1-2个小时，就会影响到旁边的住户还是路友。充电效能也是40几 A， 基本上是很够用。在行驶的路上就给它发电。那它里面的油没有了，就去加油站加95汽油，然后整个里面的电，小高师傅都帮我全部抽掉，全部重拉。我们的线全部都是加粗的，这种0号线，对。很粗呢，很粗啊，1颗280呢，这底下还有1颗。对，我总共2颗。对，总共2颗，560安，560。正常用电3天2夜以上的都用电自由。我以前就是500啦。对，它那个电池膨胀到现在还在你炸弹。膨胀，超膨胀，对，那很危险。那个再不弄，真的会起火，超可怕的。而且它越长越大。之前的装就有点像家里的装潢，就裸露在外面，这样1排的嘛，2排，对，负极1排，正极1排。可是大电都已经裸露出来。对啊，如果说碰在一起或者水一洒，就是冒烟了。对，就冒烟了。所以基本上我们接点能够不要做开放就不做开放。那大家知道一开始呢，我的1.0的版本，就第一个版本是怎么样？就是这些柜体啊、升降桌啊、床椅啊、冷气啊，然后400瓦的太阳能板啊，就是这样的装潢。这次2.0的版本多了，就是刚刚说的，把线全部把它变安全，然后电池也都换了，换全新的，而且有保固的。保固，小高，电池保固1年吗？2年啊，电池台湾制的，保固2年。电还有什么电？因为小高知道我要拍片嘛，所以他帮我加了这个里面的灯条。我原本就有这个了，原本就有这个灯了。可是我每次以前在拍摄的时候嘞，贵宾都跟他跪嘞，因为它是直筒的打在脸上。那小高师傅又帮我做这边缘的这个灯，我还是有这个。晚上里面是超级亮，很亮。接下来就是侧面，原本它贴这一条而已，后来他给我贴2条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哦，你看这一条是在外面是被挡到的，对，所以它这条刚好45度角这样子照下来，它的温色就很漂亮。如果说你贴这边呢，它只能照这个，它只能照这边。然后贴里面又被挡到，贴里面又挡到。然后这个我们防水，这用铝的，铝塑板哦，这个对。之前我自己 DIY 的嘛。对啊，你之前是用贴的，对。之前我是自己买来 DIY， 而且里面不太会积水啦。
之前我那个软的有没有橡皮的材质，中间这边会积水，很贴心。我这边不会再有瀑布了，这也是一个更新。OK， 我们先说电啊，然后再来就是后面这个，哇，机冷趴，晚上在后面也是亮的，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这边周围都是亮的。我那个 N9啊，还有一些那个立灯啊，就可以用在其他地方更需要的地方。对，我这边也有灯。淋浴帐 ，OK， 这个晚一点要洗澡再拍。再来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灯，等于说我的车子前后左右都有灯，这个是夜冲灯，它这样打出去，前面超级亮的，不用怕看不到路。这样子，这个等一下再介绍，哇，太多要介绍了。我有装这个支架嘛，所以呢，我的环景拍不到这边。那小高师傅帮我装了这个底控，对，这是我的环景嘛，你看是挡住的，可是加了这个就可以看到后面倒车的状况。对，因为装了这个 Yakima 的这个支架，所以车牌另外做了这个，而且它可以一直录，24小时录。对啊，它这个吃电吗？不会很耗电，不会很耗电，跟安卓机不一样，所以它可以一直开着。电的东西就差不多介绍完了啦，那水就更屌了，你还可以恒温这个水，全台湾第一台是这么做的，唯一一台。晚一点再说吧，因为我等一下也要去洗澡。这个是白铁的啊，白铁的，因为这里有大梁专用的，好，就把那有一个凹陷。你看哦，你实际的水箱容量是到顶啊。对，所以你看，像这个支架都是我们自己烧的，有没有？哎，就是客制化固定的，我们都不会用自攻牙去灌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这压缩机它就只靠这个2颗自攻牙在打，对，但是一般不建议这样子。我们昨天测试有没有，它的温度大概70-80度以上。市面上一般都是利用引擎的热给水箱加热，你要有刚好温度的水，就要靠发动车子的时间长短来控制整桶水的水温。今天他们做到了，一样是发动引擎，然后我们的方式不是，我们的是一样维持冷水。我们今天只要有任何外部的水源来讲的话，只要有水的地方，我插下去之后，水进来出来就是恒温的，可以调几度这样子？是恒温，大概30度、40度甚至50度。现在有人这样做吗？目前没有，目前没有这样做，没有这样做。总之他们做到了，有了这套系统呢，车上省了带热水器的空间。洗澡要几度自己调，需要的一定要找小高师傅。小高师傅过去是修宾士的专家，比一般露营车改装厂更懂汽车的构造。温度都在这边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的管子一定要能够承受高温的。我们现在用的管子是比原厂还要再好的，耐高温、耐高压的。现在水位是满的，现在来测试，从发动到有热水可以洗澡，需要多久时间？来测试，现在里面都是冰水。他说洗澡的时候要发动到90，到90。就到达引擎的正常工作温度了，到90就肯定可以了。对，一定可以了。你感觉大概要多久？10分钟？因为油门踩可能要5分钟吧。哇，好强啊！它还可以调这洗菜啊、洗手不会喷。对啊，水压还蛮强的。现在出来就温水，现在就是啊。现在就真的这已经是25度了，26。对，3分钟不到而已都不到3分钟。对啊，你可能整理个衣服干嘛的，水都热，就差不多了。对啊，哇！而且它是恒温哦。现在是几度？你调，可能要看一下恒温的，恒温的，然后太冷太热，你可以从那个调节器调。我先洗个澡。洗菜不错来。太阳下山了，拍不了了。Part 2明天再来拍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对面去钓鱼。最近啊，小高师傅、伟成啊，我们都爱上钓鱼了。他也是看了我的影片，我把他们拉入坑，结果我露营车还没搞好。我好久没有钓鱼，这一次来呢，就是来这个鱼池来练习抛路亚，可以抛最远的距离，然后不炸线、不炒米粉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。炒米粉是什么？炒米粉就是这个就叫炒米粉。
，Hello， 凯哥啦，是我凯哥，这都是他的杰作，跟我那个上面的东西。老凯哥，我链接会放在下面。哦，红不会刷。我们今天你看，么字形了吧？给大家开杠，他们已经在抛竿了啦。OK， 我现在这样子，大家也知道我的车前一个改装厂可能跑路了，还是怎么样，就反正不做了。然后他们也是因为一开始先伟成他算是我的观众，他是一个赛车甩尾的教练，带我去他的甩尾场去那边车速嘛，然后刚好就是有拍那一集。当时那天他也有约小高师傅，我们就结了缘。然后我有一些粉丝呢，他也推荐小高师傅，所以我就安心的交给他。再来就是凯哥，他的录影店叫艾科户外，当时来小高店里就看到我的车，他就推荐我说一定要装的轨道，所以就认识了他们3位。OK， 我要去钓鱼了。你看我们在那边车速，然后在前面钓鱼。第一个开湖啦，伟成。风有点大，男生我就不用那个天花板了，有风，所以这边要下钉。这就是我的私人空间。这边可以进去车上拿东西。后来有钓到吗？没有啊，水真的超热的，37、8度吧。它是一直恒温在那里，很稳定。这个水温是稳定输出的。我的水箱是80公升。水管呢，这里有3个水管，这个是出水，这个是水箱的水，这一个呢是直接接营区的水，不经过水箱，也有恒温系统，这边也能出水，淋浴帐那边也能出水，3个地方可以尿尿，然后都是恒温系统，你要调几度就几度。N 到奶口 ，N 到奶口，哇，听完就这样了。Good morning， 老天爷呀！我说我现在用水自由，你不至于吧？啊，这个就是我的客厅空间，坐过来这边就是我的个人寝室空间，这边是厕所，这边是冰箱，在下面，这边是电器，这边是收纳柜，收纳柜。以前的桌子是升降的，对不对？那升降的有一个问题呢，桌子永远在这里，有一点不方便，就是有时候会想要这样子懒散的躺着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要办公嘛，我现在可能就耍废。大家都会想说有一个这个麻将桌，4个人这边坐这边坐。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，我从这边移到这边，你看我是这样子移才方便。可是如果有这个桌子的话，我是这样子移的。所以我就把这个桌子改成边桌，然后桌子在哪里呢？桌子在这边，搬开，这样给它进去。真的需要用到桌子来办公呢？这样子办公，这高度还更好。之前的有点太矮，如果临时没有想要用这个桌子，可以微微抬起来，往这边移，让它移到最左边。就一个人的模式，我觉得一个人模式这样更好，这边空间更大，这边吃饭，然后要睡觉的话，再摆在中间变床板，要摆吗？好，你们真的很啰嗦呢，什么都要看。你们是觉得说你什么都要拍，你为什么什么都要拍？这9塔贴皮也是小高师傅帮我决定，然后我感觉很棒，整个露营车上面都是木头来个石头面，就感觉这石头比较刚硬。这个桌板你看，往那边一放就收起来了。现在要走了，变天太冷了，然后又下雨。来小高这边2.0，小高他们还帮我做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叫师傅帮你接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
因为这种老车它电池比较容易没电，单纯对前车声循环做充电，就变成说，比如说我们露营车，像有的家庭平常不会开，他可能一放就放1-2个礼拜，那他真的要开的时候，哇，老车一发，结果又没电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可以提前1个小时、2个小时先去插我们后面的电池，单纯给前车的声循环或 AGM 电池充电，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或99车没开的时候，我们就插一下，就是用我们后面的电池，有没有？我们现在560电池，对，然后用它的电去充前车的电池，就靠这个。对，就靠这个。那这个充是非常慢，因为它属于慢充，它是属于修复型的充电器，至少都半天1天。再来演示一下露营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去搭配。这边拆开来，这个都很轻啦，女生都可以做。然后发电机是在这个位置啦，因为我的发电机还没买，我是借小高的。然后现在望海模式，这个应该很多露营车都有做2个大人、3个大人都没关系，只要车子不要压口链就可以啊。因为车子后面比较重嘛，小哥帮我升级了弹簧，让后面的车身不至于压下去。那这个是里面的桌板啊。如果说今天营区有条件的话，我东西都可以不用拿出来，就可以这样子。这个就是一个大台面，就这样 L 型的。目前为止只缺这个纱网啊，因为马上要夏天了，我让小高帮我做这个纱网。如果今天露营区的位置呢，只能在车子的侧面的话，这个架子也可以运用，轮子给它装上。它这轮子还是充气的，这个把它转松。哇，这样就可以抬起来，拉到想要的位置。譬如说今天这个下雨嘛，然后这个雨遮打出来，这个完全都是这样子操作的，就女生都可以卡进去。桌子除了后面的望海平台之外呢，它还可以是一个露营桌，还比我以前那个大。拿下来，哦，是有点重，因为它这是有铁条，它就这样放。然后它这个可以调，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桌啦，吃饭啊，小孩玩桌游，这就是车边的露营模式，对吧 ？ROM 的这个箱子会超推，它这个可以锁啊，然后这边是它附的卡带，是从里面绑，它这有这个气棒，这还有很多配件啊，很多锁点可以锁很多东西，可是目前用不到。然后它这个箱子呢，有个好处是。你看这边有洞，这边可以放水，这平常放一些冰块，好不好？放一些啤酒就可以去卖了。像平常出去玩啊，小孩的泳衣啊，湿湿的，不想要放在车里面，就放在外面。车子的外面的收纳箱真的很需要，尤其这卡跟这个尺寸又相当的合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发电机在这，箱子在这。就有了这个系统，真的，你露营的话，遇到怎么样的营区啊，怎么样的条件，都可以很开心的露。它这个是打气的，我还没打气，是吧？打气的，又多做了一个外用的这个插头，给外面供电，就不用开这个后面的门，这都是一些巧思啦。这边是充电的啊，整台车介绍就结束了，就这样。完全真正客制化，客制化，你有想法，我有办法。嗯，哎，你有想法，我有办法。没错，这 slogan 不错。对，你有想法，我有办法。